看到一片沙漠，就知道我们来到了沙漠国家。我们现在来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哪里。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认知，可能没有对于杜拜来的强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钱的国家叫杜拜，其实杜拜的老大哥更有钱，他叫做阿布达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由阿布达比、沙迦、杜拜、阿吉曼、富吉拉、欧姆古温、拉斯海马7个大公国所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但是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听过的就是杜拜，最多就听到了阿布达比，但是没有关系啊。今天这7个大公国你都记住了，很出席，我们就要来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既然也有罗浮宫，提到了罗浮宫，一般联想到的字眼就是往往是法国巴黎的布里金字塔。但现在就要让你看看罗浮宫在沙漠地方也有，我们就来到了阿布达比的罗浮宫，也就是巴黎罗浮宫的分馆。脑海当中会出现罗浮宫在阿布达比，哇塞，这也算厉害了。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瞧一瞧。阿布达比罗浮宫，阿布达比罗浮宫，耶，非常好。阿布达比罗浮宫，阿布达比罗浮宫，赞！阿布达比罗浮宫，赞！你知道吗？其实我认为啊，要介绍博物馆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你要介绍博物馆呢，一定要像最专业的节目 Discovery 这样子啊，一样的作品啊，加上历史的画面，这样子呢，博物馆里面珍藏的物品，它介绍起来呢就特别有感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外观好不好？光从外观就可以知道建筑师大有来头。这个阿布达比的罗浮宫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沙漠跟海洋的边界。有看到吗？一个直径180公分的巨大银白色的穹顶，它几乎覆盖住整个博物馆。这个银色的穹顶使用了上万吨，将近2座埃菲尔铁塔重量的钢材，并且呢，只用了4根混凝土柱作为支撑，像漂浮在沙漠当中的绿洲。所以厉害的建筑师就是这个样子，也难怪为什么像在台湾豪宅这么受欢迎哦。阿布达比罗浮宫有12个区域可以参观。你知道博物馆哪是1-2个小时逛得完的啊？如果你针对艺术有兴趣，我告诉你啊，2-3天你都逛不完。阿布达比的罗浮宫呢，还拥有了9200平方公尺的展示空间，这里面展览了几百样的艺术品，而且还包括自己本身在巴黎罗浮宫的本馆的很多的艺术品，也会拿到这边来展览哦。因为你知道吗？所有的博物馆其实它的空间都不够把所有的文物展出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文物呢都会放在储藏室，所以巴黎罗浮宫就把它一些储藏的艺术品就拿来这个地方展示了。重量级的作品，达文西、梵谷、莫内、马蒂斯这些作品在这边都看得到。所以要是我一定开心的不得了，能看到那么多大师的画作，从玻璃看出去，天哪，超美！这么多的海鸥，哎呦，有密集恐惧症的看了可能会有一点害怕哦。很多这种雕像都是从法国的罗浮宫运来这里的。光是这里的建筑物，它本身就是个艺术品。你看看8000多颗复杂的几何图案，这种外面的光线打在这些几何图案，
密密麻麻的孔洞，它阳光洒落下来，它就是个艺术品。而且这些几何图案恰恰也反映了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色彩。其实这个是由好几层的钢筋这样堆叠，用线条重复交叠，有没有？就很像树枝一样。当阳光穿透的时候，穹顶就会出现这种光雨的感觉。这些美丽的光线就会在内部的展览空间带来了很像音符的跳动，也很像电子的控管的灯光秀，但是它却是天然的，它勾勒出来的景色，我觉得很棒，真的很棒啊！那你注意看，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因为在伊斯兰教的宗教里面，他们的天堂，他们最崇敬的、最神圣的地方，其实就是充满了绿色植物跟水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伊斯兰宗教里面很多的几何图案啊，那还有呢很多的水源，这些呢都是代表了层层叠叠的绿色植物、棕榈树。所以当我们走在博物馆当中，就像走在这个沙漠的绿洲般，那种阳光照射下来，我跟你讲，艺术啊很难以用我这种讲话方式去形容它，还要亲自来感受、来感动一下。所以我觉得来到阿布达比，光看罗浮宫的分馆，光看建筑物就已经谈掉了。而且阿布达比还将外面的海水引进博物馆，让它产生天然跟现代建筑物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阿布达比的在了市中心，目前右边到。大家欣赏一下啊，欣赏一下，这是阿布扎比呢市中心，它走的左边呢高楼大厦，右边呢这个海滨大道呢有这个公园啊，有公园区域啊，供这个当地人呢或在这边常住的外来人口呢一个活动的区域。到了晚上啊，所以大家欣赏一下咱们走的右边的海滨大道。你知道吗？沙漠国家的阿布达比，它不缺水，因为它靠海。但是呢，怎么办？海水不能喝啊，太咸，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海水淡化厂。而阿布达比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里面酋长国的首府，也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前是7个酋长国。这7个酋长国合在一起，变成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阿布达比就是他们的老大哥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阿布达比市中心海滨大道，你可以看得到，在沙漠当中建起来的阿布达比。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杜拜产石油，杜拜最有钱，其实最有钱的是阿布达比，而不是杜拜哦。阿布达比才是真正的石油国家，整个阿联酋它的石油储藏量，阿布达比的酋长国就占有90% 以上啊。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做富到流油，这句话就真的可以套在阿布达比了啊。那杜拜呢？其实杜拜的石油一点点根本不够用啊。杜拜会有钱靠的是观光，而阿布达比它会有钱靠的呢是底子很雄厚啊。地上挖一挖，石油喷出来，这样了解了吗？而阿布达比近几年来旅游业开始一直推广，相当的发达哦。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阿布达比，但是近几年来，因为它推广的非常好，尤其是有钱，所以他们把这一块区域投资到了哪里？投
投资到了他们自己的航空业。所以你知道吗？阿布达比的航空公司，我告诉你，跟杜拜的阿联酋是一样的棒哦。他们的那个飞机都非常的豪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会让你分不清楚它到底是皇宫还是总统府。这也只有在这样子的国家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建筑。怎么说呢？如果当你今天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你把它搞了一个这么豪华像皇宫的饭店，有时候会引起很多的争议的。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绝对不会，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皇权的权力象征，这是国家的门面啊。它是一个正在使用的总统府，它也代表了阿布达比的文化地标，展现了阿联酋丰富的遗产。它也代表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7个酋长国老大哥的门面跟风范。它超越了传统的宫殿，在这里面除了是总统府功能之外，还展示了历史，向阿拉伯遗产致敬啊。所以它的设计太棒了，就开放给大家看哦，在阿联酋文化的重要性。而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基本上在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是算比较开放的。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半岛，而杜拜、阿联酋等7个酋长国，他们组成的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在阿拉伯半岛这上面。而阿联酋，它指的酋，也就是酋长的酋，里面的杜拜基本上可以用土豪来称呼它，它也是里面经济最发达的。而阿布达比呢，则是在这里面老大哥最有钱的。阿联酋全名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由各个阿拉伯酋长国联合组成的。这样你了解吗？听起来有点复杂，就跟它进来里面它的花纹一样，有点复杂，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富丽堂皇的感觉。天哪，这是皇宫啊，这哪是总统府啊？每天光是在这里面办公啊，就爽死了。为什么？每天就在这么奢华的环境啊，而且这些地方在很热的沙漠国家，但是它用了这种大理石材，看起来就很冰凉的感觉，对吧？所以你说呢？这样子的景色这么奢华，也就只有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你才看得到哦。
奢华，看到都让你难以想象可以有这么奢华的地方，而且这样子奢华的建筑，其实说真的，它也不一定适合在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去实行很多的文化也只有在当地才能够产生的出来。这里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总统府的新闻发布会场。你知道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它7个酋长国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吧？那你知道吗？酋长国虽然拥有独立行使权，但是它的外交跟军事却是全国统一的所以很大的特色是，我们看有7个酋长国，对我们观光客来讲，其实我们看这7个酋长国是7个国家，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可以说是7个治理的国家，这么讲是没有错。但是相对之下，他们其实外交跟军事却是联合在一起的，很特别啊。这个有一点像是偶像团体单飞不解散的道理是一样的那阿联酋的首都呢，就在阿布达比，所以你说这个总统府既然是7个酋长国的总统府你说怎么可能他不把它搞得很盛大呢？而因为产石油嘛，钱就不是问题咯。进来这里面参观是要钱的很多对于我们亚洲社会来讲尤其是华人社会来讲，到现在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人对于这种寺庙要付钱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是还没有架构起来但是呢，在很多国外金发碧眼的老外国家其实呢，很多东西都是钱，因为他只要不收费，他就没有办法维护因为对他们来讲，收费才是王道，他们并不会用那种公民道德这个一个厕所免费让你用免钱不太可能。对他们来讲，这样子的方式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品质，而且现在在国外人工最贵了那你看看我们现在走到阿布达比总统府里面各个国家使臣送礼的展示区很难得一见吧？你看看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同，这就是要旅游的目的嘛。一个总统府，他把各个国家送给他的礼物展示出来，不是独自享用因为对他来讲，钱谁敢跟他比他比任何人都还要有钱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不谈钱谈的是你送礼的心意奢华到你不敢相信吧？现在再过来宴会厅看看，这宴会厅呢一定要气派桌子一定要够大，然后呢地方也要够大。它的宴会厅呢也是讲究奢华风格
有时候我都在想啊，这么大的桌子啊，光夹菜啊都很困难啊。但你错了，这种都是有专人服务的，还夹什么菜啊？那个菜就送到你的嘴巴旁边了，差没喂你吃而已啊。所以我也很想体验看看被人家喂吃饭的感觉，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要喂我吃饭的话，要是女生那进来这里面呢，其实还是会有安检，而且还是会分得出男生跟女生。什么意思啊？就是女生进来这里面其实她的下半身的穿着是不能够太短的，你一定不能短到膝盖以上。所以这个年轻女生来这边就要很留意因为这几年来在亚洲国家很流行穿很短的裤子很短的裙子，那个裙子它短到会露屁股蛋的，有没有？这个你真的进不来为什么？对伊斯兰教他们来说你穿太暴露是你的错，因为你穿那么暴露会导致成人们想犯罪。你看看这种思维有多么的特别，你不能说好或是不好，这就是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阿布达比总统府。常常会有漂亮的美女，亚洲来的美女来到这个地方进不来然后呢，原因是因为穿得太露了但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喜欢看人家露那对伊斯兰教国家来讲呢，他们认为你要露只能露给你心爱的阿纳达看没有办法露给其他人看这是政治宗教合一不同的眼光那但是他也不会不让你进来他会把你带到旁边去拿一块遮羞布，没有啦，拿一个裙子啦把你的下半身盖起来就让你走进来的时候呢，能够符合他们当地的习俗，真不得了而且这里面非常的大它还有很多的小专车在接送如果你没有那些小专车接送你光是自己在这里面逛不盖你的会逛到迷路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有多大用不同世界的角度，用不同世界的眼光来看看阿拉伯生活的迷人之处。这个建筑融合了很多的文化在这里面，更展现了伊斯兰教想要展现给你看他们的宗教精神。我们说了很多，我们看了很多，那我们呢，既然来到阿拉伯这个国家呢，我们总是呢要去看看它的清真寺吧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很道地的去了解到清真寺带给你的氛围，也才能够深入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来去了解看看他们的清真寺是怎么样，是小小的吗？还是大大的呢？还是奢华的呢？还是气派的呢？进来看看吧。阿布达比的那个清真寺，是啊，等一下我参观。可以你这样讲，没错，妈要听得到。我们呢就进去要看这个清真寺，这个说了，我也会跟着大家一起走跟着大家一起到了里面再说但是。
阿布达比的清真寺，阿布达比的清真寺，好棒棒哦！第一名的清真寺，阿布达比清真寺，阿布达比清真寺很漂亮哦。阿布达比清真寺，全部都要包起来哈，给你包起来啊！因为女生不包起来啊，他们不会让你进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再漂亮的女生啊，都必须呢遮一下啊。虽然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没眼福了啊，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阿布达比的大清真寺，它其实有一个名称叫谢赫扎耶德，非常的绕口。那为什么会有这么绕口的名称呢？就是阿拉伯语的翻译音译过来的嘛。这个地方是世界第3大的清真寺，也是阿布达比最有名的景点。其实来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看这几个酋长国，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是在看他们展现他们有钱的那一面。但是我告诉你啊，也只有阿布达比有钱，跟杜拜有钱啊。你离开这边啊，看看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有感受到，哎呦，这才是真正的阿拉伯中东嘛，就是没有那么奢华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走进来这一个大清真寺里面，真的大，世界第3大。进入这里面，清真寺有很多的规范，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地板就有很多的草？这也就是伊斯兰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特色文化。天堂就是有水、有草、有橘子的地方。而且进入清真寺不只是穿着有规定，在这里面呢，也不要太过 open 啊，男女朋友呢抱来抱去，牵来牵去啊，这个不是我们看了觉得会冲动而是对他们来讲啊，他们看了以后呢，会觉得不妥，因为对他们来讲啊，他们认为这种亲密的活动啊，亲密的举止啊，是不会在公众场合发生的，一定是在你家出现的啊，这种对他们来讲叫做不雅的动作。那对老外来讲呢，哇塞，亲亲抱抱，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也是啊，我也很常想跟人家亲亲抱抱啊，但是在这种地方你就不行了啊！有没有？我们走在这个清真寺里面，有没有感受到很特别、很不一样？这么奢华，天哪啊，真的哎！而这个地方呢，在夏天的时候，平均气温都是50度哎，所以你知道吗？来中东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它的夏天的价格大概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它的旅游季节不同啊，价差是很大的啊。像有一些很高档的饭店啊，它那个时候呢，价格就会降得比较低，因为热啊，尤其是7月份。但是呢，7月份又正好是什么？很多亚洲国家放暑假的时候，所以游客就会变得很多。但是7月份来到这边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就像在什么烤箱里面逛一样啊，超级的热哦。但因为比较干燥，它不是潮湿，所以呢，它游览起来那种干燥的热啊，跟潮湿的湿黏啊，还是不一样。这边要进清真寺。叫它阿布达比大清真寺是最容易叫的。它在1998年动工，是为了纪念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第1任总统而建造起来的。所以呢，这个清真寺里面呢，就放了总统的陵墓。这个跟着华人非常的不一样。在华人世界来讲，看到坟墓我们会怕，会觉得咦，这是什么？但是呢，在伊斯兰教来讲，不会哦，对他们来讲是神圣的象征哦。而且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伊斯兰的藤蔓花纹盘踞，意味着天堂跟花园。往地上一看，你可以看得到什么？波斯地毯，世界上最大的波斯地毯。往上面一看，你可以看得到水晶吊灯，而且都是施华洛世奇做的，全世界最豪华、最奢华的水晶吊灯，最大的。你看看这个波斯地毯，我的天哪全世界最大，耗时2年，1200名的伊朗工匠流血流汗编织1年
天哪，极其夸张啊！然后呢，外面的大理石石柱100座的拱形圆顶，还有拜幻塔，处处镶满了黄金、宝石、水晶、珠宝。它在彰显的是什么？林北五级，对吧？要多有奢华的感觉就多奢华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啦它展现出来的没有那种土豪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有设计感而且纯白色，很洁净的延伸感然后呢，很多的地方呢，这种延伸跟绿色呢，其实就是象征的棕榈树这种在比较热的地方生长的植物然后整个这样延伸出去，所以你看到它的很多的石柱，这些白色的大理石石柱呢，其实它的树干、它的石柱身就是用什么大理石做的，而它的叶子就必须用黄金去做，不然怎么彰显我们很有钱呢？清真寺外的水池象征的是财富，在沙漠地区的阿联酋，如何看有没有钱呢？很简单，看你家种的树多或是少，就知道你们家到底有没有钱。有钱的就买水来，不是给人喝啊，是给树喝，把树当装饰，因为那里就是阿拉伯他们的天堂，他们认为天堂有树有水有橘子，这样了解吗？阿布达比的市容也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他想要彰显出我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酋长国的头老大哥，所以我必须彰显出我很有钱，我的首领国家的气度都要出来，这个就是非常有钱的阿布达比，产石油嘛，所以就有钱咯。有一天如果人们不再依赖石油的时候，我很好奇这些国家他们之后要靠什么？但是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应该都还会看到石油让大家使用
其实啊，杜拜跟阿布达比啊就在旁边而已，所以车子开呀开呀开呀，你就会开到杜拜来了。现在看到这样子的公路，你就知道我们来到了杜拜，因为杜拜它的建设跟阿布达比的建设是截然不同的。阿布达比的建设是极尽奢华，而杜拜则是极尽现代化。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叫棕榈岛，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它被誉为了世界第8大的奇迹。棕榈岛很简单，就是在海上面，它去呢填海造镇，而它造镇的方式，做城市的方式，就是在海上把整个人工岛做成了像棕榈树的形状一样，但你必须从天空拍下去，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了。虽然我们不能坐直升机从上面看下来，但是我们去景观塔也可以看得到哦。建筑，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棕榈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这是仿照棕榈树的树干的形状而建的啊，仿照棕榈树的树干的形状而建的，堪称为呢世界上最高的酒店，全高328米啊，2栋都是酒店，是万豪，它是。You can step back, sir. 你可以返回去了。Thank you so much. Next step, force the try. 这是怎么建的？先填哪个 They 过 started 程？ with building the breakwater. This is the breakwater to protect the island from the big waves and other natural factors. Next step, ma'am. 看他怎么从哪块开始建的。看完了之后， Thank you so much. So this is 11 kilometers of the breakwater, and the center is Atlantis, one of the 27 luxury hotels in Dubai. Next step. 完了建完这个再看这个。 Thank you so much. In total, we have 17 plots. It contains 1,500 villas, approximately 100 villas in each of the four nationalities. Here you can see the first channel, and there is a second one. These two channels have to circulate the water in and out and create the A symbol of not only Dubai's rich heritage and deep connection to the sea, but a shining beacon of ambi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Arab world. This is the incredible story of how the island that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rose from the sea. Welcome to the view at the Palm. And transform the emirate into a buzzing metropolis and a global tourist destination. His Excellency Sultan Ahmed bin Slayyan was mandated by His Highness began to resemble a palm tree, a true Dubai icon. Nearly 100 million cubic meters of san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700 tons of rock from nearby mountains in the northern Emirates were carefully positioned using GPS technology and satellite images. Constructed in less than 6 years, from 2001 to 2006, the first of its kind man-made island is a monumental feat of engineering and modern technology. 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呢？就是酋长皇宫饭店。我们现在在棕榈岛的景观塔，整个这样子看下去，你就可以发现棕榈岛怎么建成的。这个景观塔是2021年才落成的，以前没有。现在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天哪！棕榈岛真的是世界上人工的奇迹，它可以花钱去做这样子的整个在海上的人工造景，做成一个城市，真的很夸张。它撇除掉环保概念，我们先不谈了。如果以工程力学来讲，以金钱发展还有国家建设来讲，算是很不得了的建筑啊。而前面的酋长饭店也算是在杜拜数1数2的饭店啊。
它被誉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饭店，连声名远播的饭店杜拜也不及它。很多人说呢，他花的那个钱啊，要赚都不一定赚得回来啊。来到了一个阿拉伯的那个自助餐厅，现在看到的是骆驼奶哦，看是颜色是什么样的，这个颜色最特别的哦，所以要摄影就是这个是骆驼肉啊，骆驼肉哦。